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天天相见厨房，我是阿鹏。豆腐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一种食材，而豆腐根据每个地区的不同，做法也是多种多样。今天我们就来做一个比较经典又下饭的麻婆豆腐。这样做的豆腐吃起来口感滑嫩，麻辣又鲜香，而且还非常的下饭。浇在米饭上拌一下，真的是超级的好吃。首先我们准备3块钱的嫩豆腐，做这道菜我们最好选用嫩豆腐，也就是水豆腐。嫩豆腐吃起来的口感更加的滑嫩又好吃。接下来将豆腐进行改刀处理一下，我们先把它切成长条，然后再改刀切成正方形的小丁。豆腐丁的大小就好像我视频中这样的大小就可以了。豆腐是属于豆制品，是由大豆制作而成的，而大豆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，所以用大豆并以科学的方法制成的豆腐，它的营养价值也是非常的高的。我们平常的时候可以偶尔的吃上几顿豆腐，对人体还是非常的有益处的。把全部豆腐切成小块以后，装进碗中备用。接下来准备100克的猪肉，最好选择半肥瘦的猪肉，那样吃起来的口感会更加的好。我们先把它用刀改刀切成薄片，尽量的把它切得越薄越好，这样方便我们后续剁成肉末。把全部的猪肉切成薄片之后，再将它剁成肉末，不用剁得太细，稍微的有一点颗粒的口感就可以了。将它剁成肉末之后，先给它装进碗中备用。接下来再准备几个去了皮的大蒜子，用刀给它轻轻的拍一下，把它拍裂开。用刀把大蒜拍一下，它的蒜香味会更加的浓郁。接着再把大蒜子改刀切成蒜末。把大蒜切好了之后，先给它装进碗中备用。再准备1小块的生姜，给它轻轻的拍一下，给它拍扁了。最后将它改刀剁成姜末。把姜末剁好之后，和蒜末放在一起备用。再准备几颗新鲜的小葱，清洗干净以后，把它的葱白改刀切成葱花。葱花切好了之后，和姜蒜放在一起备用。而剩下来的葱叶，同样的把它改刀切成葱花。把它切好了之后，给它单独的盛放出来备用。好了，接下来我们开始正式的烹饪。锅中加少许的盐，增加底味，这样的话豆腐焯水后会更加的入味。接着再把切好的豆腐放进锅中，把豆腐进行简单的焯水处理。把豆腐焯水一下，目的是为了去除豆腐的豆腥味，这样的话吃起来会更加的好吃。豆腐焯水的时间也不可以太长，等到水开以后再焯水1分钟就可以了。然后把它捞出来，控干水分备用。接下来我们重新起锅，锅中放少许的食用油下来，把油烧热之后，再把剁好的肉末放进锅中，用小火给它煸炒一下，把肉末炒散，炒出油脂。把肉末煸炒出油脂后，再把剁好的姜葱蒜放进锅中，然后再继续的开小火给它煸炒一下，将它炒出香味。我们将小料炒香以后，再往里面添加1勺的豆瓣酱，还有1勺的麻辣酱，然后继续的开小火把它慢慢的煸炒一下，把酱料炒出香味，炒出红油。把它炒香以后，再沿着锅边来上些许的米酒，酒在挥发的同时能达到很好的去腥增香的效果。接着再往里面添加1碗清水。接下来我们开始调味，给它来上5克的蚝油，还有8克的生抽酱油。因为前面的酱料有一定的盐分，所以盐的分量要少一点点。食盐4克，再来些许的鸡精和白糖提鲜。最后给它来上少许的胡椒粉，去腥增香。我们在调味过后，再把焯过水的豆腐重新的放回锅中，利用锅中的汤汁把豆腐焖煮1小会，
酿豆腐更好的入味。我们开中火把它咕嘟大概10分钟左右，豆腐经过这样的处理之后，会变得更加的入味又好吃。有些朋友之前跟我说，为什么我烧了豆腐里面总是没有味道呢？那是因为你这一步没有操作好，只是简单的煮了1-2分钟，那么里面根本就没有味道。把豆腐大概焖煮了8到10分钟左右，接下来我们开始勾芡。首先用少许的水淀粉勾第一道芡，水淀粉下锅以后，将它快速的推开推散，避免水淀粉结成一块。第一道芡的作用是为了初步的锁住水分。接下来再次的勾一道芡，勾芡以后，同样的把它快速的推开推散。第二道芡要稍微的浓稠一点点，是为了进一步的锁住水分。下面开始第3道芡，勾第3道芡的目的是为了酱汁能够完全的包裹着豆腐，从而让豆腐吃起来更加的入味又好吃。亲爱的朋友们，视频看到这里了，如果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就伸出您的发财手，帮我点个赞呗。您的每一个点赞和留言都是我前进的动力，在这里真心感谢您了，感谢您。最后在出锅之前，给它来上些许的花椒油，增加麻辣味，给它翻拌均匀就差不多了。哇，真的是太香了，闻着就非常的好吃。看起来今天的大米饭又要遭殃了。最后准备个干净的盘子，将它出锅装盘，就可以美美的开吃啦。如果是川渝地区的小伙伴，可以在面上再撒上一点花椒面，那效果真的是绝子了。最后有条件的话，撒上一点点的葱花就可以了。一道非常好吃又下饭的麻婆豆腐就已经做好了。这样做的豆腐麻辣鲜香，拌着米饭吃真的是超级的下饭。如果您也喜欢这道菜的话，可以收藏起来，改天试做一下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啦。喜欢我的视频的，记得点赞、关注、留言并转发哦。我每天都会更新不一样的家常美食，关注我，关注天天相见厨房，我是阿鹏，我们下期再见。喵，来宝乖啊，你最近怎么晚上老是叫啊？我在想要不要把你阉了，要不要啊？要不要把你阉了？叫得太厉害了你，特别是睡觉的时候叫得太厉害了。喵，老宝，放心吧，爸爸不会把你阉的啊，知道没有？嗯。